问大家一个让各国国防部都吵得不可开交的话题：在21世纪的数字化战场上，我们还需要区分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吗？或者是说的更直接一点，那种全身装甲、行动迟缓却能强行突破火网的重装步兵，在今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你去问一名正在阿富汗或东欧泥泞里挣扎的阿兵哥，他可能会告诉你，他恨死身上那60公斤重的装备了。但如果你问一名正准备穿过开阔地，面对敌方机枪扫射的突击队员，他会告诉你，他恨不得自己能穿上一层坦克的装甲。这就是现代陆军最痛苦的生存悖论。我们追求最强的防护，结果却让士兵变成了无法战斗的残废；我们追求极致的机动，结果却让士兵在轻武器面前脆弱的像张纸。今天火力军要带大家深入这场被掩盖在数据背后的步兵大分裂，去看看美军如何从220万次伤病数据中寻找突破口，试图重新定义人类的体能极限，去看看历史上的罗马军团是如何在2000年前就给出了未来的答案。这不仅仅是关于防弹衣的讨论，这是一场关乎人类战争形态是否要重回重甲时代的深度解密。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一位名叫 SLA 马歇尔的军事史学家写下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士兵的负重与国家的机动性》。这本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美军视为单兵负重的圣经。马歇尔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他说士兵负重太重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焦虑，最终让士兵丧失斗志。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对吧？但后来有人指出，他的分析过程其实存在巨大的漏洞。然而全球军队对这本书的迷信让大家陷入了一种统一步兵的幻觉，大家开始认为无论是坐在装甲车里的步兵还是长途穿插的摩托化步兵，大家都应该拥有一套通用的装备去执行所有的任务。而在现代弹道防护装备出现前，步兵其实是没有任何针对轻武器的有效防护的。面对子弹，士兵唯一的盾牌就是你的机动性，你跑得越快，生存率就越高。但随着冷战后的科技爆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能挡住步枪子弹的陶瓷插板，这一下指挥官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开始在士兵身上疯狂地做加法。美军2003年的战场研究显示，当时士兵的平均战斗负荷是37公斤，比二战时期重了一大截。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到了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中心给出了一份让人脊背发凉的数据，在现代战场上，美军士兵负重41公斤，到63.5公斤竟然成了常态。这63.5公斤里，光是一套高级防弹衣加头盔就占了12.2公斤。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概念，请想象一下，你背着一个10岁的孩子，在满地碎石、气温40度的环境下，还要进行战术翻滚和冲刺。相比之下，俄罗斯陆军在乌克兰战场的常规负荷普遍控制在25到35公斤。这背后固然有经济因素，但更多是对通用步兵概念的不同理解。美军试图用一套装备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却让士兵背着越来越多的传感器、通信终端，还有沉重的电池。步兵的体重没变，但负重却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往上涨。这引发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的士兵正在从内部被装甲压碎。看到这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明明科技在进步，装备在轻量化，但士兵的负重反而越来越重？甚至有人会说，负重嘛，多练练体力不就好了？但医学研究机构最近发现了一个冷酷的规律，防弹护具对体能的负面影响是非线性且指数级的。什么意思？一般的负重，比如你背一个普通背包，多走1公里路，体力就消耗1分。但如果你穿着一件包裹全身的防弹护甲，随着你行进速度加快，能量消耗会像风一样向上喷射。因为护甲不仅仅是重，它还会紧紧束缚你的胸廓，影响呼吸频率。更致命的是热应激，躯干装甲会像保温瓶一样，把身体散发的热量死死锁在里面。为了应对这种热量问题，美军还研发了冷却背心。大家发现讽刺的地方了吗？为了防弹，我们加了重型装甲。因为装甲太重太热，士兵跑不动。为了让士兵跑得动，我们又加了冷却系统和更多传感器，结果总重量进一步增加，士兵的膝盖和腰椎彻底崩溃。这就是统一步兵概念的癌症。我们试图提升每一项性能，结果却削弱了最核心的机动性。数据不会说谎，2012年美军全军因为肌肉骨骼损伤就医的次数高达220万次。2003到2009年，退役士兵患肌肉骨骼疾病的人数增长了近10倍。大量的20几岁的士兵在服役期间就被诊断出了早发性关节炎，这原本是老人才有的病，现在就成了全世界最昂贵战士的标配。这说明了一件事，那种不分场合一刀切的通用负重模式已经把士兵逼到了生理极限。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一项针对阿富汗归来步兵旅的研究发现，
有近一半回来的士兵都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才能维持生活，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每一项新技术的提升都伴随着额外的负重成本，但并不是都会被采用。如著名的陆地勇士系统，它确实让单兵的态势感知能力提升了不少，可最后却没能全面列装。为什么？就是因为士兵们觉得它太重太昂贵，带来的实战好处根本不值那些重量。所以每一个新的技术方案都必须在机动性和负重之间做取舍，而各国现在的做法又引发了一连串的系统性问题。当我们发现现代科技无法解决重量 vs 防护的死结时，2000年前的希腊人却告诉了我们答案。让我们把视野拉回到古代的战争时，在火药让个人防护失去意义之前，全世界的军队从来不会强求士兵当全能战士。无论是古希腊的方阵还是罗马军团，他们都给出了一个惊人相似的答案，将步兵明确分为重步兵和轻步兵。重步兵愿意承受机动性下降的代价，换取的是在阵地对撞中，在箭雨覆盖下无人能敌的生存力。他们就是战场的锚点，是撕开敌人防线的重锤。而轻步兵则把灵活性摆在第一位，他们几乎不穿甲，靠着远程投射武器、敏捷的位移与地形优势，让敌人摸不到一根汗毛。这种重装与轻装的分流，保证了战争的动态平衡。但火药出现后，因为早期的盔甲在子弹面前像纸一样薄，步兵被迫进入了漫长的轻装时代，大家都靠散开阵型、抢占地形来保命。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步兵的思维本质上其实是古代轻步兵的遗产。但随着陶瓷插板的普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能有效抵御单兵步枪火力的单兵护具，这意味着重甲时代正在借着科技的壳悄悄复活。可现在的悲剧在于，我们给轻步兵穿上了堪比古代重装部队的负荷，却依然要求他们像轻步兵一样长途行军、灵活隐蔽。这就像是让一名长跑运动员背着60公斤的沙袋去跑马拉松。就火力军而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战术认知错位。如果你也认为重装步兵的回归是必然，那么现代战场上的重装步兵究竟应该长什么样？火力军觉得现代重装步兵绝对不是简单加厚防弹衣，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物种。想要了解它，我们就需要一场彻底的思维革命，就是把现代重装步兵与机械化步兵之间的等号划掉。现在的机步只是坐着装甲车到战场，下车后还是按传统轻步兵那一套打法，而真正的现代重装步兵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战斗单元。它们的区别在于，首先防护面积要从现在的 19% 仅心脏位置提升到 70% 以上。防护不只要挡住胸口，还要覆盖躯干下缘、大腿、盆骨、手臂甚至小腿与足部。这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能在敌人的轻武器火力网下无视威胁的保持推进。这需要专门去设计配重的重型抗震头盔，具备极高射速与杀伤力的机枪。但你可能会问，这么重人怎么走得动？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变革，配送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装步兵绝对不能背着整套装备进行长距离行军。就像古代罗马人修建道路是为了让重装军团更快抵达战场，现代重装步兵必须由专用载具直接送往战役决断点。目前美军常用的布雷德利战车其实并不适合，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为了运载这种巨型战士而设计的。未来的重型载具必须拥有更宽的舱门、更大的座位，必须内建大功率充电接口。为什么要充电接口？当然是为了配备外骨骼装甲了。想必已经有部分观众反应过来，火力军说的不就是身穿外骨骼动力装甲的士兵吗？而美军研发已久的 TIOS 之所以在轻步兵身上失败，主要是因为电池续航太短。如果你要轻步兵走3天3夜，外骨骼的电池根本撑不住。但对于重装步兵，外骨骼简直是神迹。士兵在车上充电，下车发动致命的1小时突击，这1小时足以决定一场城市巷战的生死。这就像中世纪骑士跳下战马发动冲锋一样，这种下车即决战的模式将成为敌方防御者的终极噩梦。而且重装步兵将终结未来的城市巷战，让巷战中的间接火力和埋伏战术彻底失灵。在未来的城市战争中，重装步兵具备绝对的破局能力。城市地形对装甲车辆限制太大，坦克随时会被冷枪或者是隐蔽的反坦克导弹开罐头，而现有的通用步兵又太过脆弱，稍有不慎就会被榴弹击毙。重装步兵则不同，他们对小口径火力具有极高的抗性，这让他们敢于承担极高风险，正面抢冲敌方的埋伏点。从杀伤逻辑来看，间接火力的杀伤主要靠爆压、破片和高温。爆压和高温只要离得远一点，威力就会大打折扣。真正让人头疼的是那些四处飞溅的破片，而重装步兵的全身防护正好能抵御这些远距离破片。想象一下，当敌方躲在建筑物后，发现自己的机枪扫射对你毫无作用，发现他们原本依赖的炮火覆盖也无法伤你分毫，敌方的心理防线绝对会瞬间崩溃，他们将被迫要调动更大口径的火炮，或是昂贵且机动性差的反坦克系统来对付你。而一旦敌方动用这些重武器，他们就会被迫暴露自己的关键阵地，失去灵活性。这就是重步兵的战略价值，它强迫敌人暴露，强迫战争进入高烈度的消耗节奏。
而你拥有极高的容错率，同时这也是对轻步兵的真正解放。一旦有了专门的重装部队承担最血腥的正面撞击，轻步兵就可以彻底脱掉那60公斤的沉重枷锁，他们可以只穿轻便的板甲背心，恢复他们原本的灵活性，像风一样去执行穿插、侦察和远距离袭击任务。这种轻重协同的模式不仅能大大提高战斗力，还能从根源上解决士兵的伤病问题。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但为什么现在的各国陆军还在犹豫？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是预算，是技术，还是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为任何希望引入重装步兵概念的军队都必须面对装备体系的全面重构。在美国，重装步兵这个概念从未真正进入采购的核心，现有的所有研发依然是围绕着统一步兵打转，这导致装备研发机构总是想搞一个既要也要的折中方案，结果就是重步兵不够坚固，轻步兵却重得要死。但历史的车轮从不等人，就像当年的马镫的出现改变了骑兵的定位，现在有效的弹道防护技术也正在成为军事技术发展的关键拐点。火力军看得很清楚，步兵永远是军事行动的核心，这点2000年来从没变过。坦克可以突破阵地，飞机可以精确打击，但要真正占领并守住每寸土地，最终还是要靠步兵的靴子。我们不能再让这些年轻的战士在还没看见敌人之前就被自己的背包给活活压垮。220万次的就医数据是鲜血与伤痛写成的警告信。重装步兵的回归不是技术的倒退，而是对现实技术的冷静适应。这样我们的士兵不再是战场上的消耗品，而是真正的战场主宰。当防护技术再次超越杀伤效能时，谁先建立起独立的重装步兵军团，谁就掌握了21世纪陆战的主动权。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装备竞赛，而是一场关于战争形态的降维打击。影片讲到最后，大家觉得未来那种穿着动力装甲、无视子弹横飞的重装步兵，会不会真的在未来的10年内成为各国陆军的标准配备？或者你认为轻便的机动性永远比任何厚重的防护都更有价值？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深入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你的支持就是火力军的最大动力。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